蓝启仁轻轻将一张纸递给蓝忘机，抚了抚稀疏的胡子，严肃道：“忘机，这是这几天来有异象的地方，云梦这里比较棘手一点，就派你去，记住，不可逞强。如有危险，应第一时间发信号弹求救。”蓝忘机低眉，恭恭敬敬双手接过，淡声道：“忘机明白。”等蓝启仁交代完一系列事情，蓝忘机离开，回静室的路上竟还有些欣喜。幸亏是云梦，说不定还可以再遇见那只小狐狸。这样想着，竟还有些感谢弄出异象的东西了。意识到自己的失礼，蓝忘机默念了声罪过，踏入静室收拾东西，竟是一夜未眠。等到天边微亮，迷迷糊糊睡着，梦见了些以前的事。他还7、8岁的时候，跟随自家兄长一起外出夜猎，本是出来长长见识，却因为情报不准，遇见了一个众人合力都无法处理的邪祟，争斗间竟是和蓝曦臣走散了。从小培养的教养倒是没让他慌起来，一个人静静地找了块比较僻静安全的地方坐下来等人。他刚刚闭眼准备凝神打坐，就感觉有小石头在往自己头上扔，立即警觉地睁开了眼。来者一身黑衣，头发上还绑着鲜红的带子，语气有些不善道：“喂，这是我的地盘。”乍一看还以为是哪家的熊孩子在玩耍，但在这荒僻的地方根本没有人家。见蓝忘机迟迟没有动静，对方倒是忍不住了，来到蓝忘机面前，招了招手：“你怎么不理我？”蓝忘机在心里默念道：“好快，这样的速度，有些修士修炼10几年都不能达到。”面前的少年应该是妖妃人了。他按捺下心思，行了个礼，道：“冒昧打扰，我在等人。”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如此有礼貌的人类，对方也不是咄咄逼人之类，哦了一声便也不再打扰他了。蓝忘机手里微微出汗：“小道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蓝忘机心里暗自打量，取了个化名道：“蓝湛。”哦，少年支着腮，笑嘻嘻道：“我叫魏无羡，字婴。师姐说是你们人类里面婴孩的婴。你在等谁啊？”“等你家娘子。”蓝忘机有些窘迫，对上那人乌黑的眸子，叹了口气。估计这人连人类之间的事情都还搞不明白吧？他才7岁，哪里来的娘子，未曾娶妻。我看你这么好看，应该是有很多雌性喜欢。蓝忘机被他这句雌性差点呛到，不再理会，却在无意间瞥了一眼后发现了异常。那少年正晃着腿，自说自话，头上鲜红的带子随着一起摆动，好不惬意。但此时，少年的头上和身后却出现了耳朵和尾巴，尖尖的，像狐狸。像狐狸，蓝忘机顿时呼吸急促起来。他和兄长这次夜猎的目的，就是除去一只狐妖，可那狐妖却狡猾得很，便换了逃脱了。魏婴看着自己突然冒出来的狐狸耳朵和尾巴，还毫不防备地了一声，似是有些惊奇。咦，师姐说我高兴时候这些东西才会露出来的。可我现在高兴吗？说着凑近了蓝忘机一点，嗅了嗅蓝忘机身上的檀香，狐狸的特征竟是越发明显了。蓝忘机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。他再怎么天资聪颖，现在也只是个7、8岁的孩子，而且面前少年的修为明显在他之上。感觉到他的恐惧，魏婴哈哈一笑：“你居然会怕我？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类会怕我，我因为没人怕我被师弟师妹们嘲笑了好长时间呢。”这话听上去就像是在取笑他的胆小。蓝忘机脸色越来越沉。魏婴道：“手伸过来。”蓝忘机下意识就顺着他的话做了。魏婴伸出舌头，在伤口上细细舔舐，痒痒的，还有些麻，却是软得很。一种异样的感觉顺着伤口处一直往上爬。蓝忘机的脸颊越发滚烫。少年的呼吸打在他的耳畔：“你心跳得好快。”蓝忘机瞬间发力，将他推开。这一推没有控制好力度，足足推出去5米远。魏婴愣了愣，委屈道：“你干嘛？我替你治伤，你怎么还推我？”蓝忘机抬起手，果然，刚才还在流血的伤口，此时居然已经完全愈合了。魏婴絮絮叨叨道：“果然人类不可信，师姐说的对，你们就只会骗人。”蓝忘机深吸一口气，涩声道：“抱歉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蓝忘机低垂下眼睫，似是有些不好意思，道：“抱歉。”“哎呀，多大点事，我原谅你了。”少年变脸极快，
刚才还沉郁的要滴水的脸，此时又是一片明媚的笑意。魏婴凑过来，趁他不备，在他脸上啄了一口。蓝忘机当时浑身僵硬，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摆。师姐说，你们人类这样可以表达好感。我不生你气，我喜欢你。听到这人赤裸无比的表白，蓝忘机道，你知道何谓喜欢？喜欢不就是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我觉得我喜欢你。我刚才让我师弟帮忙去把你等的人引过来了，他们现在也差不多该到了。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，魏婴道。少年瞬间变为了一只小小的黑狐，软糯的叫了声。在黑狐跑出去的那一瞬间，蓝忘机道，以后我会来找你的，你别跑远。也不知道他听没听到。等到蓝忘机醒来，也才睡了一个时辰。